在003航母进行总装之际，又一喜讯传来。据香港南华早报1月5日报道，援引2名独立军方消息人士称，第4艘航母将在2021年年初开始安放龙骨。这次的造船厂还未确定，但是中国新建的造船厂或将支援此次大型航母的建造。同时，又一信息的透露与去年信息对上，不排除004型航母极有可能是首艘核动力航母。据报道，004型航母本应该来得更快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上经济上的冲击，004型航母的建造放缓了一些。但中国早在2020年便采购好了建造004型航母所必需的特殊钢材，部分元件甚至已经开始打造了。据报道信息来看，这次支援004型航母的是中国船舶集团在1月份开工时的长兴造船基地2期工程，坐落在上海长青岛。其中004型航母所必需的特殊钢材已经在2020年采购好。这一信息不由让我想起，早在20年6月份，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发布的涉密网新增6条采购需求，53条采购公告中，1条舰船核动力系统分析模型开发项目单来源公示一下子在军事论坛上掀起风波。报道中的中国船舶集团早在2018年时，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的最新发展战略纲要全文中，阐述海洋发展时首次明确提出核动力航母。再加上这份材料采购泄露，一时间让大家都在推测003型航母或者004型航母中或将有一艘是中国首艘核动力航母。目前虽然真假还不能确定，但此次援引独立军方的消息却与之前泄密网新增9条采购需求、53条采购公告信息既然能够对得上，不排除两者会有一定的关联。不管怎样，还是需要排查一下比较好。如果是有人泄密的话，希望尽早查出来。另外，可能会有人提及张绍忠等军事专家此前表示，受技术影响，中国003型航母和004型航母不可能采用核动力，但局做的话不少都是反正，不妨大胆期望下004型首艘核动力航母的可能性。而且既然舰船核动力系统分析模型开发项目单来源公示已经透露出来，可以得知我国已经开始建造核动力模型船，为下一型核动力航母做预研工作。即使004不是真的核动力航母，也应该清楚我们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在路上。现在以此前的国内外新闻媒体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004型航母的排水量极有可能在10万吨左右，不可能小于辽宁舰和山东舰，至少也会跟003型航母相同。以小编的分析来看，首艘核动力航母直接从常规6万吨航母跨越到10万吨核动力航母，也是有点令人担心。毕竟一口吃个大胖子得看情况，必要时还是稳步前进比较好。最近不论是第几艘航母，中国的核动力航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未来我国的核动力航母只会多不会少，也期待中国海军首艘核动力航母组成强大的打击小组，震慑远方深蓝海洋的不轨国家。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授权下，以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的名义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爆发，在这短短的42天里，伊拉克就阵亡了25000名军人，直接损失了2万亿美元。海湾战争中，美军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也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使美军走出了接连打败仗的阴影，确立了打赢未来战争的信心。不过到了中国这似乎也不太管用。据美国国家利益最新报道称，长期以来，美国陆军在其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一直秉承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美方从不应该考虑像入侵伊拉克那样对中国发动地面进攻。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近年来增长了很多，但是人们还是十分疑惑，让美军想都不敢想的理由究竟在哪？对于这一点，美国媒体也做出了相应解释。首先，美军这样的进攻就面临着诸多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土面积居世界第3，同时具备陆权和海权的国家。那么这也就给美军带来一个大难题，就任何一支具备足够远征作战能力的机械化陆军部队而言，美国陆军应当如何将其部队动员起来，并对亚洲大陆发动某种大规模的陆地攻击？集结点又在哪里？有人会想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如日本、南亚岛国或者是印度，但是无论从哪一个点发起进攻，都无法支撑其与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持久作战。退一万步说，美军如何将其陆军使用的大型武器运输部署到亚太地区，光是运输这层难度也可想而知。当然，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战争对于任何一个发起国而言，都是既有利也有弊。那么支撑其坚定发起战争的原因，必定是发动战争利远远大于弊。但是在中国这里，美军看不到任何希望。报道指出，正如外界所知，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重装部队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在中国崎岖的山地环境中，
美国陆军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几乎不可能前进。尽管报道随后承认美国在海空力量方面的战术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并不意味着美国陆军能够在与中国大规模、具有挑战性的地面对抗中获胜。所以，报道最终指出，五角大楼从未计划以任何形式对中国发动地面侵入。按照这种想法的话，美军现在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可以基本认定为重演冷战时期的做法。美国想复制分裂苏联的荣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不是苏联，美国意图重演苏联垮台的剧本只能是一场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远远不是美国能轻易打倒的。日前，环球网援引防务世界网站报道，巴基斯坦生产本土版 GF-17 Block 3型战斗机。这次建造新型 GF-17 Block 3型战机，从装备有源相关的雷达、头盔瞄准系统、先进的瞄准吊舱等多个方面进行建造。这也就是与过去的 GF-17 Block 2型战机有一些不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巴基斯坦建造 GF-17 Block 3型战机，目的就是抵御印度的阵风战机。为何这么说呢？这次中国与巴基斯坦研发新型 GF-17 Block 3型战机，主要目的就是增强信息化作战能力并升级武器。有军事专家表示，新型 GF-17 Block 3型战机这些武器能够有效抵御印度等强大对手。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从法国购买的阵风型战机也是综合了对地、对空、侦察和攻击等多种功能的战机，因此阵风战机、台风战机、瑞典萨博 GAS-39 战机并称为欧洲三雄。有分析认为，既然这次生产制造 GF-17 Block 3型战机，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建造，因此 GF-17 Block 3型战机建造上超越阵风战机。首先，战机有源相控阵雷达。GF-17 Block 3型战机使用 KLJ-7A 雷达，具有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抗干扰能力，辐射低，雷达更可靠，雷达散射侧面，探测距离远，同一时间跟踪10多个目标。相比印度阵风战机，有源相控阵雷达版本 RB-2AA 雷达，有源相控雷达与传感器上更胜一筹。其次，战机发动机，顾名思义，战机发动机决定着战机动力系统。印度阵风战机采用的是 M882 发动机，飞行中中间推力为50千牛，最大加力推力为75千牛。相比 GF-17 Block 3型战机采用的是 RD-93MA 发动机，最大推力为93千牛，从动力系统上超越了阵风战机动力系统。第三，战机瞄准吊舱系统，印度阵风战机采用的是塔利奥斯瞄准吊舱系统。GF-17 Block 3型战机将使用 WMD-7 瞄准吊舱和 OCR 激光红外瞄准吊舱，还装备电暂系统和 PL-15导弹。这种吊舱系统比阿塞尔波光电瞄准吊舱更为先进，也不逊色阵风战机使用塔利奥斯目标吊舱。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穆贾希德·安瓦尔汗曾表示 ，GF-17 枭龙战机服役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GF-17 枭龙是一架经过实战测试的战机，曾印度空军侵犯巴基斯坦领空，枭龙战机的快速反击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也有印度网友评论道，巴基斯坦建造 GF-17 Block 3就是用来击落米格21和 F-16战机的。